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28号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紧急事件质询会时，就韩国军方应对朝鲜无人机日前侵犯韩国领空不利一事致歉。在前一天，韩国总统尹锡悦愤怒斥责军方应对不力，要尽快创建无人机部队。韩国国内再次陷入朝鲜无人机入侵恐慌，而韩军又接连闹乌龙，将鸟群、气球当作无人机，让民众更为大失所望。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28日主持召开幕僚会议时表示，要彻底反制朝鲜的一切挑衅，不能因朝鲜有核而感到害怕或犹豫不决，这才是遏制朝鲜挑衅的最强有力的方法。当天，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还在质询会上称，就针对朝鲜无人机挑衅而采取行动的结果，我感到抱歉。他还指出，韩军在训练强度、实际操练、假想敌训练方面比较薄弱。韩国政府多名有关人士向本国媒体透露，总统尹锡悦前一天在听取李钟燮有关应对朝鲜无人机的报告时，斥责军方应对不力。尹锡悦愤怒地说，军方训练不到位，等于是平时毫无作为。尹锡悦还提到，过去有类似情况多次发生，并责问军方期间到底做了什么。尹锡悦27日在内阁会议上指出，这一事件表明军队的准备工作非常不充分，下令加速执行一项计划，启动无人机部队对朝鲜的主要军事设施进行监视和侦察行动。该计划还包括引进先进的隐身无人机。韩国总统是28日上午还公开了尹锡悦在朝鲜无人机侵犯当时下达的部分指示。一名高官表示，尹锡悦当时指示军方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根据韩国军方发布的消息，5架朝鲜无人机26日越界进入韩国领空，其中韩军方首先捕捉到的一架进入金浦和坡州之间的汉江中立水域后，直接飞往首尔北部地区，但韩方未公开北部的具体范围。该无人机在飞行约3个小时后返回朝鲜。韩国军方投入了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进行追击，并从一架配备机枪的直升机发射了约100发子弹，但未能击落任何一架无人机。韩国一架 KA-1轻型攻击机还发生坠机意外，机上2名飞行员成功逃生。在5架无人机的飞行轨迹上，实际上也不是实时给出的，而是根据事后在整个的拦截过程中给出的一些点状的侦测对象所勾画出来的。这说明无人机本身具有很强的反攻击或者说难以探测的特点。一旦它采取中低空的越境飞行的话，那传统的探测手段很难做到有效的识别和发现，而在拦截层面呢，问题就更多。而此次朝鲜无人机越境事件也让韩方精神大为紧张。据韩联社报道，27日下午，韩国军方误将仁川江华郡的一群鸟当作越境无人机，出动20架军机进行追捕，结果发现是一场乌龙。江华郡政府还向当地居民发送了预警短信，并进行了2次广播，称监测到无人机，提醒民众注意安全。另据韩国 YTN 电视台报道，28日凌晨，韩国军方再一次出动战机应对敌情，最终发现又只是一场乌龙。韩国军方称，凌晨在京畿道北部监测到不明飞行物后，出动了2架先进的 F-15K 战斗机，飞行员最终仅发现一个气球。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无人机这次对韩国领空的入侵是5年来的第一次，上一次发生在2017年。朝鲜无人机当时前往庆尚北道新州的萨德基地进行近距离拍摄，飞行整体时间长达5小时30分钟。最终在完成拍摄任务返回的过程中，因为发动机工作负荷达到极限，失速坠毁。在更早的2014年，韩国已2次在该国境内发现过朝鲜无人机的残骸，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发现拍摄了193张京畿道北部和首尔地区照片，还拍摄到较为模糊的青瓦台画面，但这些照片没有传送到朝鲜。而同年坠毁在白领岛的朝鲜无人机也可能被用于拍摄韩国近岸岛屿的军事设施。有评论就指出，韩国军方手上为数不多的朝鲜无人机，没有一架是打下来的，都是捡来的，说明他们反无人机，尤其是防御低慢小型无人机存在严重的问题。此外，朝鲜无人机这次在被发现的情况下还安全地飞了回去，也反映出朝鲜在无人机领域有了一定的进步。这次越境飞行的无人机呢，现在普遍认为呢，还是这种大型的航模，并不是在朝鲜的军事装备中速度最快或者说性能最好的无人机。
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无人机其实也是传统军事领域被认为的小低慢目标，可能很难锁定。另外，即便是你可以攻击它，你的效费比是特别差的，就是我用一枚数十万美元的导弹去攻击一架可能几百美元的无人机，这个成本和效率严重不匹配。韩国情报部门曾透露，朝鲜首次获得无人机是在1988年和1990年，型号为D4，是一款活塞发动机的侦察型无人机。西方媒体认为该无人机是朝鲜通过商业途径从国外引进的，原设计用途是进行航空摄影测量和航空物理探矿。目前，朝鲜具体拥有多少架无人机，有怎样的性能，外界均不得而知。而联合国制裁监督员2016年的一份报告称，朝鲜当时拥有大约300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中包括用于侦察、目标练习和战斗的无人机。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称，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发言人2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韩当局正在就朝鲜无人机入侵的性质进行协商。报道称，白宫还强调，美国对保卫韩国的承诺就像铁桶一样。美国国务院也表明了与白宫相同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大卫·斯蒂尔维尔对美媒表示，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如果没有开发出击落无人机的力量，就应该具备这一能力。事实上，美国的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陆军，都在积极地测试自己的反无人机系统。这些系统有车载的，也有更大的平台装载的，但是这些武器目前都没有进入到装备序列中。很有可能美国会以这样的由头，让这些在测试的武器以订单的方式进入到韩国。那这样呢，就在一个更真实的冲突环境中，可以验证这些武器。那买单的一定是韩国军方。近段时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不断加大军事介入的力度。美国不仅与韩国重启大规模联合军演，还借着军演将战略轰炸机派往半岛上空，对朝进行威慑。韩国执政党还试图将美国核武器引入韩国。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26日在国会召开朝核危机应对特别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讨论将济州岛战略基地化、部署核战斗力的相关方案。韩国 MBC 电视台称，执政党在最终报告及建议事项的文件中写道：“朝核危机迫在眉睫。”济州岛是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核武器的最佳地点。在建设济州新机场时，应考虑配备可供美国战略轰炸机起降的跑道和供核武器临时储存的场所。该消息一经爆出，立即在韩国国内引发争议。济州政界和当地居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美苏核裁军倡议的实施，美国全部撤出在半岛的核武器，改由美军在美国本土和太平洋总部辖区的核力量承担对韩国的核保护义务。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新杰。孙先生您好，朝鲜无人机进入韩国境内，韩军应对不力，尹锡悦要求建立无人机部队，您对此有何观察？时隔5年，朝鲜的无人机再次进入韩国境内。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朝鲜的无人机深入到韩国境内，并且全身而退。韩军发现，但是没有击落朝鲜的无人机。此次事件对韩国来说伤害不小，侮辱性极强。韩国打造韩军的3轴体系，但是这次朝鲜的无人机却让韩军的防空系统的漏洞暴露出来。尹锡悦总统要求建立无人机部队予以应对，同时呢，将责任归咎于前政府和议会。文在寅政府时期没有进行无人机方面的演训，而议会呢削减了相关的费用。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让韩国的民众信服，毕竟尹锡悦总统是现政府的领导人和军队统帅。相比于5年前，这次无人机事件的影响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是韩军正在提升防御能力，这一事件必然会让韩军加强无人机方面的建设；二是无人机在战争中的角色和地位随着俄乌冲突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变成了战场中的主角。朝韩之间的无人机竞赛会进入白热化状态。三是此次事件意味着朝韩之间相关协议已经难以发挥约束作用了，双方之间的军事试探还会升级，也会更加的危险。最近一段时间，半岛形势持续紧张和升级，无人机事件是一个危险的升级和征兆。国际社会主要关注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问题，比如说
朝鲜今年以来几十次的导弹发射，以及朝韩之间的导弹竞赛。尹锡悦总统要求成立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本部，同时呢，承诺成立战略司令部。这些机构的设置意味着韩国的军事化水平在升级，尤其是在战略领域的升级。朝鲜的无人机则展示了韩国的防御系统的漏洞，韩军的相关的军费开支和建设呢也会随之增加。可以说，朝韩之间的军事竞争和对抗已经朝着全系统的方向发展了，这对于朝鲜半岛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趋势。无人机事件是朝韩对抗升级和韩国军事装备升级的最新的表现。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1年时间来，朝鲜半岛的危机升级和朝韩军备发展是相互关联的。与之水涨船高的呢是美韩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升级，尤其是延伸威慑的问题，关系到半岛的无核化问题。随着核问题的升级，朝鲜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问题呢也浮出水面。美韩共享战术核武器的问题已经成为可讨论的问题。朝韩之间的军备竞赛是东北亚的局部问题，但是会产生系统性的效应，冲击东北亚的战略平衡，这是需要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必须高度关注的危险的事态。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